最近几天，关于 ALK99 材料的研究又出了不少 drama 事件。一会儿是印度人表示在韩国人的帮助下成功合成出了具有超导特征的 ALK99 材料，然后没过几天又说那是铁磁性，非常的无厘头和离谱。其实印度人在科研领域一直有些不太好的口碑，所以我也就没做视频去介绍那个不靠谱的结果。但是我们从资本市场上看，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确实对一些股票有了非常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还是来精读一下最近3天内关于 LK99 材料研究最靠谱的一个研究成果。这是一篇华中科技大学的论文，作者其实就是最早在7月31号时做出 ALK99 抗磁性特征视频的常海新教授的团队。他们那期视频在全网都引起了轩然大波，目前在 B 站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播放了。但是因为在视频评论里发布人说那个是麦斯纳效应，其实没少被骂。现在回过头看这个视频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确实还是只能说是那是抗磁性，就是没法确信那是麦斯纳效应。然后在当时团队也说了会制备出更多的样品去测电阻，现在这篇就是测电阻的论文也终于出来了，我们可以来详细的解读下。然后在论文最开始的摘要部分的话，其实很简单，就说的是超导材料对于科学和工程领域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有很多潜在的应用价值。然后在1986年的时候就是几个研究人员在朗贝同氧化合物中发现了第一个高温超导体。其实这个高温超导体啊，就是有临界温度是33K，就是大概是零下230多度，就一点也不高温，但是比当时就是最高温的超导体高出了12K 左右，所以就是有很强的学术轰动。他们在第二年1987年的时候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这里其实我们插一个题外话啊，就是在第二年，也就1987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科学家朱金武、吴茂坤两个人，其实他们发现了异倍同氧化合物这么一个高温超导体，而这个化合物的超导临界温度是在90K 左右，其实比33K 提升了接近60K 的温度，并且还超过了液氮77K 的那个临界温度。所以就是因为液氮的制备成本比液氦要低个好几十倍吧，所以理论上就是台湾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成果蛮值得也获得一个诺贝尔奖的。但是因为就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是在1987年2月底的时候发布，但是1987年的诺贝尔奖提名其实是在1月31号就结束了，所以只发给了那几个就是蓝贝同氧化合物这个高温超导体的科学家，所以相当于是台湾在这件事上错失了一个诺贝尔奖，其实还挺可惜的。超导体主要是有降温和加压两个方式，在非常高的大气压下，其实已经有了室温超导体，但是因为加压加几千倍、上万倍大气压其实难度太高了，就没有什么应用价值。然后在常压下的话，目前最高温临界点的超导材料其实是在133K，大概是零下140度左右，就是应用价值还不太大。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就是实验部分这篇论文里的内容。前面的话他们其实讲的主要是就是这个 ALK99 的制备方式，这个制备方式没有什么好看的，就是很普通，根据韩国人的那个论文去做的一个方式。后面的话是说就是他们
制备了 LK99之后，他们采用这种标准四碳针法测量合成出的 LK99样品的电阻温度。他们在每个温度下进行25次的这种测量，然后以恒流模式取那个平均值。冷却速率的话，大概是2K 每分钟。然后另外他们用 VSM 模块去测量就是磁化和温度的这种变化曲线，温度的这种变化速率也是2K 每分钟，同时他们施加了0.1T 的那个磁场。结果的话，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图表吧，就是从结果来说，他们制备就首先最早的这个图表，他们是对比了他们的这个样品的 X 射线颜色和韩国人的那个射线颜色，就是两者非常的接近，所以就说明他们制备出的确实是 LK99材料。然后另外的话，他们也去看了，就是材料里其实还有氧化铜和硫化铜这2项杂质，就是有很明显的对应的这种特征分。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他们制备出的这个样品，其实可以看出这个样品是15毫米，就其实也非常的小。然后他们在C 的话，这里是他们就是测量那个电阻的一些设置。后面就是最核心的结论，其实就是 E 和 F 这2个图，就是他们在通常的这个温度下的测试的话，发现就是 LK99呈现出了非常典型的半导体的一个行为特征，但是在387K 附近有一个非常突然的这种电阻跳跃，然后他们为了就是测量这个电阻跳跃不是一些偶然意外的结果造成了，就是他们又做了一些非常详尽的那个测量，发现就是这个电阻跳跃是有一定的那个真实性的，是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然后他们推测就是这种电阻跳跃的现象有2种可能，一个是材料中可能包含超导相的成分，然后与半导体的这个成分连在了一起，所以导致了这种结果。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现在制成的材料或者杂质在这个温度下经历了一些特殊的相变，然后这种相变模式的话是以前从来都不知道的，所以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猜想的话，他们去尝试施加了就是在不同磁场下的这个电阻和温度的这个测试。然后从这 A 就是这个图可以看出，就是他们在施加磁场的情况下，这个材料的那个电阻跳跃温度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就这里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因为通常来说，就是如果一个样品它是超导体有超导特性的话，就是它在被施加磁场的情况下，这个临界温度其实是应该会有一些明显的转变的，但是这里没有变，所以就是说明这个材料的一些特征可能还不太清楚。然后他们另外的话也用了别的样品去测试对应的一些特征，发现了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然后 D 这一点的话，就是他们还通过2种不同的方式，就是一个是临场冷却，另外一个是长冷却模式去测那个材料的抗磁转变的温度。就是 ZFC 的话就是临场冷却，所谓临场冷却就是在不施加磁场的情况下，先把材料冷却到一个对应的这种低温，然后通过逐渐升温的方法进行测试。然后长冷却的话就是维持那个磁场的强度不变，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把材料冷却到对应的低温，然后再
维持磁场不变的情况下逐渐升温做测试。然后这两个测试结果的话，其实他们都是看出就是大概是在 341K 和354K 左右能看到明显的抗磁转变，但是这个转变的温度点其实都是比前面 387K 的那个电阻的那个跳跃温度有一些明显的差异。然后从这点来说的话，其实是跟一个超导体的这个推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现在综合来说，就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确定这个电阻的跳跃到底是来自 LK99 的一个材料的特殊特征，还是说是由硫化铜、氧化铜这样的杂质导致的，就是现在还没有办法进行完全的判定。所以就是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就是他们获得的 LK99 样品是一个混合相，其中半导体相占了主导的这种地位特征。整体的温度电阻的那个变化特性其实是典型的半导体行为，但是在 387K 的时候出现了异常的这种电阻跳跃，然后这个跳跃的话可能是来自 LK99，也有可能是来自氧化铜或者硫化铜材料，并且这个电阻跳跃温度是在施加磁场的情况下是保持不变的，然后看磁的这种跳跃温度是低于电阻跳跃温度。所以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的话，就是不是室温超导体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但是要确定 LK99 材料的特性的话，他们还需要更高纯度和更高质量的晶体。但总的来说的话，就是他们这篇论文其实有点在认为 LK99 材料是室温超导体的这个特性，但是他们也发现了 LK99 材料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性质，然后这种比较特别的性质的话，他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更多的研究才能知道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所以我感觉目前我们对 LK99 是室温超导体的这种期待值可以降一降温了，然后但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就是 LK99 到底是一个什么特殊性质的材料，就是让大家看到了那么多有趣的方面。总之我们还继续保持一些期待，然后再看一下后续的发展吧。